Sabrina。今天呢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开场地点？怎么之前没看过？因为我们身后这一片呢，就是我们的孢子苗培育室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带大家解密孢子苗。鹿角蕨啊，在2年以前呢，其实那时候大家主要还是流行正侧芽，孢子苗在那个阶段其实还并不是那么受欢迎，也常常遭受到许多的质疑。但是啊，流行跟趋向就是你永远会捉摸不到的。在这2年啊，孢子苗啊其实大受欢迎，然后整体啊其实也跟正侧芽趋向于平等的状况。但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孢子苗其实也造就了很多的惊喜包，所以就像之前我们讲过的，正侧芽呢是买理想，孢子苗是买梦想。OK， 首先先来看我手上这一株的孢子苗，现在看它的特征呢，其实是非常的宽厚，然后深绿色底配白毛。可以看到它新长出来的新手也是没有任何的分叉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第2株，这株啊非常的白皙，分叉感也很明显，整体的叶面会稍微有点细长的感觉。看一看这2株的对比，有没有想过它们也是同样来自同一个母株的孢子苗，就是我们家的冯诗琪。介绍刚刚传播的冯诗琪孢子苗后呢，我们来介绍这一品是鹿角蕨的2大经典月光跟塞尔索的混播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手上这一株啊，其实它有点结合月光跟塞尔索的特色，所以我们也特别挑起来做选育。很好玩的是呢，在同一批孢子苗啊，我们也选出同期的小朋友，噔噔，月光交塞尔索。那你们看到形态完全不一样，这一株的话就是有点分叉感很多。那感觉是不是有点侏儒的感觉呢？但我们也不太确定，因为毕竟还没到亚成的阶段。所以孢子苗好玩的地方就在于说，你永远都不知道它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子，就没有经历2年的时间，你都不能去做定义。稍微介绍完之后啊，来跟大家分享说呢，孢子苗要如何去做挑选。那第一个要点都还是一样，芽点一定要够强大。因为呢，孢子苗跟正侧芽不一样的是，孢子苗芽点通常都很小，毕竟它是从小苗慢慢带起的，跟正侧芽原本那种凸凸圆圆大大就有的芽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其实大家最在乎就是，那怎么选到自己的命定植株呢？分享如何挑选属于自己的命定植株呢？那其实有3个要点。第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去依照这个波苞母本的形态啊，去挑选一个截然不同的感觉。像是如果今天的波苞母株是月光，那月光其实就是分叉很细致、很长、很柔美的感觉。那挑选它的孢子苗，就可以去挑选那种宽宽、肥肥、圆圆的，跟母株截然不同。这就是很好玩，会有完全不一样形态跑出来的特征。第2点啊，就是大家最常讲，就是要拼一个侏儒，就是很多人最想要买孢子苗，就最想的一个点。侏儒的孢子苗怎么挑呢？就是从小它的叶子就要厚厚白白，在很短的阶段就有分叉感，这样未来才有机会是侏儒的形态。因为假如说你今天手比较长才有分叉的话，那可能它之后的孢子叶也会伸展得更长一点。第3种也是我们家还蛮喜欢，奇形怪状，就像是就是有那种不规则的锯齿状啊，或波浪感啊，或者是有皱褶。像是我们这边也有挑选出一个女王孢子苗，然后就上面很奇怪啊，都像刻痕，然后歪皱皱的、乱七八糟的，感觉这种就也很有趣，就可以拼一个奇形怪状的特别形态。所以以上这种3点，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的样点，看主要是你想要哪一种的未来。挑选完孢子苗，都会来跟大家分享，其实孢子苗整个培育过程呢，时间其实是非常的久。首先，我们从孢子粉播包下去啊，到它出了针叶，其实出针叶这段时间其实就要花费将近1年的时间。小苗抽出来之后呢，平均把它插在我们的培炭土里面呢，慢慢的养殖养大，再经历半年的时间呢，才能像我们这样子画面打开潘朵拉的盒子，真的这种大小才能去做挑选。可以看一下我们孢子苗到这个程度，就感觉每株其实都已经非常的大了，然后也经历过跳叶，绒毛感也非常的厚实。那像这种大小也是我们家比较推崇去做选育植株的阶段，因为这种程度嘛，它经历过跳叶，才可以比较清楚看得出来它的形态特征。相对的，它芽点也已经足够大到一个程度，带回家养也比较好养大。
以上就是我们包子苗的经验分享啊。其实我们这边也非常的就是开心，因为其实收到很多路友他们带回去的包子苗都养得很漂亮，也有特殊形态。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有更多芹花鹿苑命名的包子苗植株。所以大家如果养出漂亮形态、特殊形态，都赶快跟我讲，我也会偷偷的跟你收菜芽回来。谢谢大家以上的观看。其实未来芹花鹿苑会开始做不一样特辑，偷偷预告一下，之后会有专访特辑，所以可以期待，或者是下面再继续敲碗，有各式各样的主题问我就可以了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